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oe Comments 羽球解说频道。本次解说2026年尤伯杯决赛女双赛，贾一凡、张淑娴对阵白河娜、金惠珍。贾一凡，敏捷型球员，偏后场进攻，技术全面，战术适应力强，曾获得奥运会冠军、世锦赛冠军，经验丰富。张淑娴，敏捷型球员，偏中前场控制，运动速度迅捷，擅长中前场压制，连贯衔接快。该组合擅长打多层次的进攻，后场强攻加中前场快速突击的混合战术。白河娜，敏捷型球员，后场进攻有较快的球速，运动速度快，曾获得世界羽联的巡回赛总决赛的冠军。李慧珍，敏捷型球员，后场进攻不算强势，防守强，擅长分斜线，运动速度快，中前场突击快，连贯衔接快。该组合擅长打体能消耗，打防守反击。第一局比分7-6，打相持。白河娜的进攻，封网，连续压制，被摆脱。白金组合的进攻被挡直线，金惠中在中前场1v1的连续压制，张淑娴反应很快，挡直线摆脱。这种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，需要很高的专注力。打相持，平抽打，回球下网。双方再次进入中前场对抗，白河娜举拍不及，没有挡住对方的快速抽球。贾张组合的中前场对抗有优势。比分9-6。打相持，贾张组合的进攻，杀直线，队友封网。贾一凡吊中间，减少步伐调整，在右区重杀直线，控制回球角度，队友封网。贾一凡后场进攻变化多。比分12-7。打相持，张淑娴杀球，拦截，再杀，跟进扑球，挡直线，真快。张淑娴的杀球，对手挡斜线，反客为主，攻防转换非常快。白金组合展示了运动速度上的压迫感，对手一旦专注力不足，就会遭遇快速的防守反击。杀斜线，杀近身，拦掉，再杀斜线，拦掉，扑救，防守真是顽强。打相持，回球下网。白金组合的防守顽强，移动速度快，运动中防线完整。金惠中接张淑娴的杀球，多会弹斜线，抓反击的机会。张淑娴的球速不足，被对手观察到。白金组合打体能消耗，打防守反击。比分18-13。接发抢压，抓往前。金惠中的接发压制，顺位抓斜线，运动速度很快。贾后张前的阵型在中前场压制中不占优势。比分18-15。打相持，轮转换位，
其对角扑救接杀，重新组织防线。右曲进攻，跟进抽压，抓斜线。白和纳的右曲进攻，杀吊结合，拉动对手的重心。队友跟进抽压，再抓了斜线，白杀金锋的进攻威胁大。比分19-16。中前场平抽打，前往推球打右底角。这是中前场双方平行位的对抗，甲一方在拨斜线后直接抢网，抓对手的回球。看一下位置，这次是甲前张后的阵型，张淑贤是中前场对抗的核心。甲张组合进攻覆盖面宽，甲一凡进攻能力突出，张淑贤落点准，但球速不算快，中前场压制有优势。在压制中，甲前张后的阵型优于甲后张前。白金组合防守顽强，运动中防线稳定，速度上稍有优势。后场进攻以直线为主，较为单一。白杀金锋的阵型打进攻威胁较大。金惠珍出球灵活，接杀防守和网前压制打得比较针对，意图打体能消耗战，打成了相持，没有优势。第二局比分4-4。甲一凡的连续进攻杀中间没有效果，打相持，抓吊放网扑救。李慧珍的吊球被对手抓了，放了个圆网，被迫扑救。甲一凡对战局的观察细致，清楚对方防守为主，打体能消耗的意图，大胆的抢网打变化。白金组合防守很到位，化解了危机。打相持，张淑贤的进攻杀球下网，看上去士气低落。比分4-6。甲张组合的进攻没有效果。白和纳的杀球抽一排都球了。注意，金惠珍开始掉斜线了，再打开进攻的覆盖面。白金组合的吊球和杀球指向甲一凡，在消耗他的体能。甲一凡的专注力下降。比分4-9。白金组合主导进攻，差点撞车。吊球，对手失误了。金惠珍的大斜线吊球打向右网前，甲张组合的后场回球差点撞车，球员专注力不足，分工混乱，在相持中会处于劣势。看来体能消耗战奏效了。比分6-13。平抽打，回球下网。张淑贤有体能，有中前场优势。比分7-13。
张淑贤的连续进攻没有效果，轮转换位，调中间，杀直线。贾张组合的进攻仍有威胁，贾一凡看上去比较疲劳，这可不是好事。贾张组合仍在进攻，得分效率在下降，贾一凡的专注力不足，张淑贤仍保持了中前场优势。球员的体能问题导致配合分工不清晰，防线稳定性下降。白金组合的体能消耗战术奏效，加强了进攻，提升了得分效率。金惠珍在后场进攻加大了覆盖面，出球更为自信，并开始在中前场打正面对抗。第3局比分2比4。白鹤纳的进攻抽压，张淑贤的接杀分球被抓了，金惠珍的速度已形成了往前压迫，这意味着张淑贤失去了中前场优势，专注力下降。贾张组合在现阶段同时失去前场和后场的控制力，非常被动。此后白金组合主控全场，快速拉开比分，比分2比9。打相持，控金惠珍的后场，打中间，对手漏球了。贾张组合意图控金惠珍，让他进攻，这样威胁较小。看看金惠珍的打法，吊球和高远球为主。贾张组合的配合度欠佳，队友体能下降时尤为明显。比分4比13。打相持，杀中间，吊球，扑救，跳穿越，形势危险。金惠珍的杀吊结合拉扯对手防线，打出了威胁。注意白金组合的走位，杀上网，配合轮转，组织强势阵型。打相持，杀球，封网，打了近身。贾张组合的专注力没有恢复，被动形势会延续。比分7比18。贾张组合的进攻，杀上网，拨斜线，回球下网。张淑贤杀上网，对手打模糊防区，贾张组合差点撞车。张淑贤体能恢复，想多干点体力活，打完后场打前场，这样的应对真不算好招。比分8比19。打相持，连续进攻，救球，推斜线，弹后场，真危险，有想象力的突击。贾一凡的杀吊进攻打出对手救球，队友跟进，大角度的推球，
白鹤娜如果再往右多走一步，这球就打穿了。贾张组合的进攻，双人连贯的威力和速度提上来了，压迫感回归。打相持，杀球滚网。贾张组合的连贯进攻，威力重新显现，两位球员的体能都在线。金惠珍看上去有点无奈，近50回合的对抗也能打出优势，又要重新承压了。比分10比20。中前场的平手打，打穿越，高远球摆脱，杀球出界。贾张组合的双压不落下风，专注力恢复，状态回来的太晚，难以挽回。贾张组合的体能得不到恢复，后场进攻和中前场压制的优势先后丢失，配合度下滑，持续的被动防守，没办法有效应对。赛末，球员们体能恢复，重新获得进攻优势和中前场控制，但分差过大，无力挽回败局。白军组合在对手体能下降时，抓住机会拉开比分。金惠珍一度打出了往前压迫。面对赛末的对手状态回升，冷静打相持，拿下赛点。尤伯杯决赛女双赛比赛结果，贾张组合以1比2的比分败于白金组合。白金组合本次的战略对策：第一局耐心打相持，打防守反击；第二局耐心打相持，消耗对手体能，打防守反击；第三局一度打出全场控制优势，连续进攻，快速拉开比分。赛末对手体能恢复，打防守反击。战术比较，贾张组合多层次进攻战术，在前期一直占有中前场和后场的进攻优势。贾一凡后场进攻变化多，球速高，落点飘忽，成功率高。张淑贤后场进攻球速不足，落点准，中前场控制和防守能力可圈可点。但这些进攻的实现需要球员体能充足，对于相持战的准备不充分，在队友体能下降时没有提供有效保护，却仍在进攻，以至于一度全场失控。赛末状态恢复，但为时已晚。白金组合的运动速度快，快速连续进攻威胁比较大。白沙金锋的进攻有效果，防线稳定性好，补位快，以体能消耗为战术核心，打相持很耐心，一旦对手体能下降，便抓住机会打进攻，拉开比分。金惠珍杀球不强势，中前场用抽压打连续进攻，如对手专注力不足会很吃力。对战局的观察敏锐，相持中对攻防节奏控制好。